心脏不好的，或者上周五开了满仓白银多单的，我劝你现在就划走，因为接下来要聊的这24个小时，可能是我最近这段时间见过最离谱的。2026年1月30号，周五，那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，一切都挺美好的。黄金刚摸到5600美元，白银像疯了一样冲破120。你随便打开一个财经号，每个分析师都在喊美元要完蛋了，法币是废纸，赶紧买金属。然后呢，几小时之后全崩了。黄金，地球上公认最稳的资产，一天跌的比一些小盘股一年跌的还多，最低干到4900以下。白银更惨，单日30%，直接腰斩式暴跌。印度那边的 MCX 市场，白银期货一天跌了10万卢比，你敢信？有人统计过，就这一天，全球贵金属市场蒸发了超过3万亿美元。3万亿是什么概念？英国一整年的 GDP 一天就没了。媒体怎么解释的？他们说是因为川普提名了凯文·沃什当美联储主席，沃什是鹰派，所以金价跌了。就这，一个人事任命能让白银跌30%，谁有这么大能耐呀？还不如说一只蝴蝶扇扇翅膀能引发海啸更可信一点。今天咱们就把这件事情扒干净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那份半夜发出来的通知是怎么回事？中国那边为什么当天给一只基金直接按了暂停键？微软的财报怎么就能隔山打牛把黄金给吹下去？还有最邪门的，你这边在恐慌抛售的时候，孟买和上海那边有人疯狂加价扫货，这不是普通的暴跌，这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收割。要搞清楚为什么摔得这么惨，先得看看之前涨得有多疯。整个2026年1月份，市场基本处于一种集体上头的状态，大家玩的叫货币贬值交易。逻辑很简单，川普回来了，肯定要逼美联储放水，用通胀把36万亿的国债稀释掉。在这个逻辑下，黄金就不是黄金了，是末日方舟，是对抗美元崩盘的船票。看数据就知道有多夸张。到1月29号，黄金的月线 RSI 已经超过85，白银更离谱，突破了90。但懂技术分析的都知道，这相当于你开车，仪表盘水温都爆了，你还在猛踩油门。而其中最疯的是中国，国内有一只基金叫瑞银国投白银期货基金，因为散户太想买白银了，但又没有渠道，所以他们把这只基金买到什么程度呢？溢价36%，也就是说里面值100块的白银，外面有人愿意花136去抢，这已经不是投资了，这相当于疫情抢购卫生纸的状态。所以多头都挤在一条船上，船都快沉了，但还有人在往上跳。这个时候只要来一个浪，船就得翻。所以周五早上浪来了。1月30号一大早，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官宣，提名凯文·沃什接替鲍威尔担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。为什么市场一下子就慌了？因为本来大家赌的是另外一个人，凯文·哈塞特，一个愿意配合总统印钱的软蛋。但沃什不一样，这哥们是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美联储理事，属于那种硬核的钱要值钱派。他一直嫌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太臃肿，甚至觉得应该牺牲一点经济增长，也要把通胀给压下去。于是市场的脑回路就转过来了。完了，这个家伙是不会放水的。完了，美联储要保持独立性了。完了，实际利率要涨了。美元指数当场从4年的低点蹦出来。对于黄金这种不产生利息的东西来说，实际利率涨就等于判死刑了。那些量化交易算法几毫秒就抓住了关键词，像什么 wash、hawk、rates 这些情绪化的关键词，很快触发了算法的行动，然后第一波抛盘就出来了。但这个只是开胃菜，沃什只是点火的，真正的炸药埋在别的地方。很多人炒黄金就只盯着黄金看，这个其实是大忌。现在的金融市场是连通的，钱会到处跑。就在沃什被提名的同一天，科技股也崩了，带头的是微软。财报表面上看还行，但市场被 AI 烧钱的速度吓到了，资本支出是个无底洞，回报不知道是猴年马月，所以微软当天最多跌了12%。然后一个叫跨资产去杠杆的东西被触发了。这么说吧，你是个对冲基金的经理，满仓微软，今天亏了12%，券商打电话过来说，兄弟，保证金不够了，要么补钱，要么平仓。这个时候你没钱了怎么办？只能卖别的。卖什么呀？卖你手里还在赚钱的流动性最好的东西。当前什么东西最赚钱呢？当然是刚刚涨了1个月的黄金白银啊。所以黄金那天就成了科技股的提款机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，避险资产比如说黄金和风险资产纳斯达克同一天一起跳水，逻辑上讲不通，对吧？但在流动性危机里面，这个就是常态。你卖的不是你想卖的，是你能卖的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连比特币都没躲过去，什么数字黄金在流动性枯竭面前，什么信仰都不好使。
前面说的都是市场自己的力量，但接下来的操作就是监管层下场了。首先就是 CME 提高了保证金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，全球最大的期货赌场，周五直接宣布再次上调贵金属的保证金，黄金从 6% 调到 8%， 白银更狠，直接从 11% 拉到 15%， 高风险的账户要 16.5%。 什么意思？那些用杠杆做多的，维持仓位的成本一下子上涨了 40%， 本来就快爆仓的，这下只有一条路，强制平仓。如果说玩不过就变相保网线是 CME 的传统，那么中国这边就是真的直接保网线了。还记得我说的那只溢价 36% 的基金吗？中国的监管层周五当天直接把它给停牌了，全天不让交易。这招直接等于切断了全球最大的边际买盘，中国几百万散户拿着钱想买，买不了。华尔街那边的空头开始砸盘的时候，发现多头不见了，下面的买单薄得像一张纸一样，一戳就破。这就是为什么白银能跌 30%， 这个不是价值回归，是流动性的真空，买家被锁在外面，卖家在里面踩踏。最后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，伦敦和纽约那边的黄金持有者在疯狂割热的时候，实物市场是完全另一个画风。金价暴跌的时候，印度实物黄金的溢价还在飙升。中国这边虽然基金停了，但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实物溢价照样高得离谱。什么意思？这次崩盘是纸面价格和实物价值的脱节。西方的对冲基金为了填补窟窿，在屏幕上疯狂卖数字合约，也就是纸黄金。而东方的央行、大妈、珠宝商，人家看这个叫打折促销，甚至我看到朋友圈里面，澳洲也出现了现货黄金的抢购潮。所以财富再转移，投机客被洗出去了，真正想拿货的在低位疯狂吃进。如果你只看 K 线图，看到的是恐慌；你要是看实物交割的数据，看到的反而是贪婪。除了前面说的这些，那天还有一堆宏观层面的噪音在搅局。首先就是关税，前一天川普刚签下了行政令，要对像古巴卖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，墨西哥那边紧张的要死。虽然格陵兰岛的事情跟欧洲暂时谈拢了，但贸易战的阴影还在。然后就是政府停摆，1月30号正好是联邦政府资金的截止日期，虽然大家都猜测最后会过，但在那天交易的时候，这个不确定性足够让资金往外跑了。最后就是美联储刚刚暂停降息，1月28号的会议决定，利率维持在 3.5% 到 3.75% 不动。这本来就是鹰派的暂停，再加上沃什的提名，市场对快速降息的幻想彻底破灭。所有这些东西凑到一块儿，就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场3万亿的血洗是不是意味着贵金属的牛市到头了？华尔街现在分成两派，一派觉得泡沫破了，技术形态坏了，金价要回撤到 45% 甚至更低，而另一派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还是看多的。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说，年底金价还是会到5000，长期看到6000。凭什么？因为沃什或许能短期提振美元，但它解决不了36万亿的债务问题，解决不了地缘政治的裂痕，更解决不了东方央行去美元化的决心。总之这段时间控制好你的仓位，抵御波动的风险。祝大家平安。最后，你觉得这次是倒车接人的机会，还是说后面还有更大的在酝酿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聊一聊。